大叔用大铁锤狠狠地敲击牛的头部，牛疼得嗷嗷直叫，却强撑着不肯倒下。他不明白主人为何对自己痛下杀手，老黄牛能否躲过一劫呢？老黄牛的遭遇在当地并不是个例，一部分肉牛在小的时候就会被送往屠宰场宰杀，主人养它们的目的就是卖钱，被送往屠宰场也无可厚非。而老黄牛的命运就非常悲惨了，像这样的老黄牛基本上都是从小为主人卖命，什么苦活累活都是他们干。本以为20-30年后他们能活到寿终正寝，没想到年纪大了还要遭这种罪，面临着被主人宰杀吃肉的风险。在附近几个村子，这些上了年纪的老黄牛最后都是被主人亲自宰杀的，不会特意送往屠宰场，这是当地的习惯。主人眼看着这头老黄牛已经30多岁了，养着也是吃白饭，没有利用价值，于是一大早就准备好了工具，准备将其宰杀。他们这里的宰杀方式比较独特，主人不会用刀子直接将其了结，而是用大铁锤一下一下的敲打老黄牛的头部，直到将其敲晕后再进行下一步操作。据说这样做可以减轻老黄牛的痛苦。老黄牛活到30多岁，皮糙肉厚，宰杀起来有一定的个困难，一刀下去可能无法直接将其杀死，说不定牛还会剧烈反抗，到时候不仅吃不上牛肉，甚至可能在牛反抗过程中受伤。因此一大早主人家就准备好了大铁锤以及接牛血的铁盆，将老黄牛拴好后准备宰杀。农村大叔用大铁锤宰杀黄牛，一下一下的敲打老黄牛的头部，这样真的能顺利将其宰杀吗？虽然村民们一致认为这样杀牛可以减轻牛的痛苦，让它走得更安详，但这种方法无疑是残忍的，牛要一次次承受巨大的痛苦。主人一点点将牛拉向村子里的屠宰场地，老黄牛对这里有一种天然的恐惧，他似乎知道自己即将死亡。主人可不惯着他，叫来村民一起帮忙，费尽了9牛2虎之力，才将这头牛拉向了屠宰场。将老黄牛拴好之后，主人就开始用锤子大力敲打它的头部。老黄牛虽然感觉到一阵吃痛，但还没有到完全无法忍受的地步。主人这时候隐隐约约意识到自家这个老黄牛或许是块硬骨头，他卯足了劲用锤子在牛的头上敲打了几下，本以为能直接将牛敲晕，没想到老黄牛疼得直叫唤，却怎么都不肯倒下。主人并不是专业的屠户，他找不到宰牛的关键位置，先前挥了几下大铁锤已经耗费了他很多力气，他也没有想到这只老黄牛这么难杀。为了赶紧吃上牛肉，主人再次向老黄牛砸了过去。老黄牛感觉到一阵吃痛，但他明白一旦自己倒在地上，今天就要交代在这里了，他不想就这样死去，这才撑到了现在。而主人还不打算放过他，这头老黄牛今天还能活下去吗？农村大叔用大铁锤狠狠敲打老黄牛，试图用这种方法将其宰杀，却没想到这头牛命太硬，大叔今天还能吃上牛肉吗？看着为自家卖了一辈子命的老黄牛苦苦挣扎，主人没有一点惋惜，他只怪自己下手不够狠。随后他再次对准老黄牛的头部狠狠砸了上去，老黄牛这次是真坚持不住了，身体晃晃悠悠，下一秒就要倒瘫在地。众人都以为这头牛命数已尽，没想到老黄牛在剧烈的挣扎中一下子挣脱了绳索。老黄牛只愣了一瞬，就知道这是怎么回事，他奋力挣脱了铁链。主人本以为他会趁机报复攻击自己，没想到老黄牛并没有这么做，而是趁着众人都没有反应过来，朝着村口的方向跑了过去。老黄牛怎么都想不明白，自己为这个家辛辛苦苦劳作了30年，为何会落得如此下场。他不明白主人为何对自己痛下杀手，但在挣脱绳索的那一刻，他能想到的还是主人养育了自己30年，这才没有对主人展开报复。另一边，主人终于从慌乱中回过神来，赶紧召集村民一起去逮捕这只老黄牛，万一被别人家捡了去，自己不就亏大发了。不知道这头老黄牛最终能否躲过被主人宰杀，这头老黄牛的遭遇就是村子里绝大多数老黄牛晚年